中美之间纠结会不会发生战争，这一直以来都是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是无奈美国却恰恰相反。所以美国不少国防专家、观察人士，甚至智库都对此做出了不少的猜测。就像是今天美国国家利益再次推出来的一篇文章，就是美国一位军事人士所写，其中就表达了中国和美国很可能在2030年爆发一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是十分不看好美国，这在很早前就发出来过，在2020年上半年，美军也对此进行过军情推演，结论几乎相同，美国会输。不过如今再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或许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在众多分析中，大多数都在揣测美国会输，其中不少还彻底暴露美国缺陷，这对美国有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美媒还要一推再推？打的这是什么小算盘？这些年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打压制裁时不时就会出现，这一些都源于中国发展速度太快，威胁到了美军在全球的霸权。而且中国海军发展到如今，相比美国进步明显更快，所以美国对此十分担忧。到2030年，中国将有更多现代化的军舰、潜艇和武器装备时，美国将处在何处？要知道，如今的中国第3艘航母马上就要完工下水，第4艘航母和第5艘航母也已经在建造之中，还有越来越多的万吨大驱、两栖驱逐舰、两栖攻击舰之类的。同时，中国还要拥有更多的长距离反舰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这些都让美国忌惮。从另一方面来说，从2021年到2030年，也就不到10年时间，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中国必然会继续稳扎稳打发展自身，将自己已经拥有的优势继续扩大，比如已经说过的高超音速导弹、无人驾驶、电子战等多方面。这些中国如今本就有了一些优势，在之后的发展上必然会更优先发展。由于滚雪球的方式让这些优势成为中国胜利的一把钥匙。当然，中美之间的差距确实在这里，但是美军并不是没有缺陷，因为一旦开战，战地必然会在南海或者东海等中国周边，那么美国也就必须要长途跋涉，后勤供给也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美国已经有了日暮西山之兆，而且以后也只会越来越衰落。所以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各种美国会输掉和中国之间战争的言论，打的主意其实也很简单，让中国降低警惕，然后问国会要钱。这可以维持自身实力，发展壮大自身战斗力，还有可能拥有提前开战的余地，因为拖得越久，中国的优势越明显。此前军事专家宋忠平对这件事情也表达过看法，认为美军提起和中国开战会输这件事儿，大概率就是要钱。因为美国军队虽然很多，但是平均分摊却也很紧张，而且美国不一定敢面对中国开战，毕竟中国和那些个中东国家可不一样。在美国重返印太战略的撺掇下，远在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已经开始躁动，纷纷来抱团挑衅中国。其中法国最近更是头铁，频繁来到中国家门口挑衅。法国外长更是说出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近日，南华早报网站报道称，法国海军调遣雷电号两栖攻击舰和叙库夫号护卫舰前往太平洋进行3个月部署任务。这次军舰将2次穿过我国南部海域，并且还计划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海军舰艇进行联合军演，以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其中，雷电号两栖攻击舰排水量为2.15万吨，是法国海军现役吨位最大的舰艇之一，能够搭载数架直升机进行立体登陆作战，相当于准航母。其实，在2月初，法国海军红堡时期攻击核潜艇翡翠号，核潜艇支援舰塞纳号就已经前来挑衅。这次又派来准航母，日本共同社更是难言喜悦情绪坦诚，此举有意牵制中国海军活动。除了在军事挑衅，最近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还叫嚣，法国将重回赛场和中国展开影响力战争。在涉及对非援助问题上，西方总是对中国对外合作说三道四，编造并不存在的中国战国陷阱，并将中国对外合作故意歪曲为意识形态战争。而为了打赢所谓的战争，法国将对外加大援助力度，将预算从原有的100亿欧元增加到150亿欧元，而且还和过去不同，是直接进行捐赠而不是贷款。这不得不让人问一句：法国现在有钱吗？有人吗？有技术吗？这种做法确实出人意料，因为法国之所以爆发抗议活动，就是没钱维持高福利待遇了。这种情况援助非洲恐怕只会闹得更厉害，
很可能只是传统异能的嘴炮罢了。况且他们自己形成思维定式和惯性，向外掠夺比对内改革容易得多。这种撒钱式援助可能又是新一轮资本殖民。无论是这个所谓的援助，还是派军舰到西太地区的行为，都证明了法国不甘寂寞以及膨胀的野心。对此也有俄罗斯网友讨论，他们将航行2.5个月，然后他们将准备就绪再爬行回家，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怕中国人会笑。还有俄罗斯人指出，英国和法国接连挑衅，中国应加强舰队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海峡的存在，俄罗斯就不用再孤军奋战。一直以来，伊朗都面临着来自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此前，美国不仅正式将伊朗革命卫队定性为某种反美的武装组织，而且还对伊朗的石油经济下手。正是在这个计划下，美国多方面阻截伊朗，让其承受高压政策。当伊朗无法忍受来自美国的压力时，伊朗就会冒险。之后，美国就有了更多针对伊朗的理由。而且，如果伊朗被迫向美国妥协，美国可能会借机迫使伊朗重新进行谈判，签署有利于美国的协议。如今的伊朗仍坚持其原有的伊核协议，并且伊朗还在寻求更多国家的支持，以缓解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压力。其中，在伊朗寻求的这几个国家里，最为支持伊朗的就是俄罗斯。近日，伊朗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在印度洋北部进行了一次联合演习。据了解，俄罗斯海军和伊朗海军这次开展演习的任务，主要是为了扩大双边合作以及加强区域安全。对此，中国媒体对这次伊核海军演习表示了高度赞扬。然而，由于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防务关系越来越好，美国方面也感觉到了一丝紧迫感。为此，美国方面开始大力拉拢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亚洲国家，一副要建立起亚洲小北约的样子。不得不说，美国方面的野心确实非常大。如果这个亚洲小北约建立起来之后，对中国、对俄罗斯将会非常不利。所以说，俄罗斯网友对此也感到了一丝担忧。为此，有俄罗斯网友说，建立亚洲反北约集团。据分析，俄罗斯网友对美国的这一举动同样感到不满。那么，如果真的成立亚洲反北约集团的话，有哪些国家会参与呢？据分析，俄罗斯和伊朗在很大几率上会成为这一集团的成员国，其次，巴基斯坦等国家也会相继加入。所以说，即使美国成立了亚洲小北约，我们也有对抗他们的办法。此外，他们还面临着内部因素，这一内部因素很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这一梦想破灭。此前，美国方面想要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4国的高层举行一场会议，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导致这次会议一直无法进行。所以说，这些国家对于俄罗斯等国的实力还是有所忌惮的。由此可见，美国想成立亚洲小北约的想法应该要化为泡影了。不仅如此，随着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防务关系越来越紧密，伊朗对待美国的态度也将会越来越强硬。但是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的威慑力很可能开始变得越来越弱，很多国家对待美国的态度都有所变化。所以说，美国对于我们来说也不需要感到畏惧，只有我们变得强硬起来，他们很可能才会退缩。